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郝秀萍惊艳回归长春电影节宣传片，赵丽颖经典角色再度封神。郝秀萍一嗓子喊出千万观众的泪，赵丽颖用演技证明角色生命力。粉丝经济与内容深度激烈碰撞，这场影视圈的现象级风暴背后，是创新与怀旧的两难抉择。赵丽颖和郝秀萍这俩名字要说现在在电影圈里有多火，估计随便找个人一问都知道。事情得从今年8月12日说起，长春电影节宣传片一上线，郝秀萍的镜头居然成了唯一节选，直接把她捧到了风口浪尖上。你说这是不是有点离谱？一部戏播完，角色反而越活越灵，这在以前真不多见。说实话，这事儿搁早几年，谁敢信？就像一锅炖肉，肉都吃完了，汤里那点精华还让人回味。可郝秀萍是怎么火起来的？有人把她说成是赵丽颖演艺生涯的高光时刻，觉得她演得好，把角色演活了。还有人说，其实是颖宝背后的粉丝们给力，超话、点赞、刷数据，跟打了鸡血一样。你看那数据，2025年才8月，粉丝超话 like 就能冲到16000多，779万粉丝，24小时热度3.8万。这阵仗像极了当年春晚开场。有人甚至开玩笑，赵丽颖的粉丝齐心协力，什么榜刷不过去。可咱也不能全怪粉丝，郝秀萍这角色确实让人记住了。天台上一嗓子，把多少观众的眼泪都叫出来。你说演员演技差，能有这效果吗？但有意思的地方也就在这儿，郝秀萍的火不单是靠一个人的努力，背后是整个电影宣传、电影节各种活动把它推出来的。意大利中国电影周也好，华表奖也好，郝秀萍的镜头每次都能混进去，像开挂了一样。有人看不惯了，说这是不是一种炒作？难道以后每部电影就靠一个角色吃老本？新角色、新故事还混不混了？咱不能说这话没有道理。毕竟现在不少电影都在追求一个爆款角色，怕错过流量密码。可是观众不是傻子，天天都是郝秀萍，谁还会记得别的角色？要是电影节变成老角色回收站，那还怎么谈创新？不过换个角度讲，这也不是郝秀萍一个人的锅。所有现象级角色，时间一长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。只不过这回郝秀萍成了出头鸟。赵丽颖这几年演的角色不少，小谷、楚乔、明兰、许半夏，每一个都火过。但郝秀萍这股劲，确实扛了住时间的考验。你说演员会不会被角色绑死？角色火过头，演员的新戏咋办？真要是被定型了，后边再好的戏观众还买账吗？郝秀萍的火，除了剧情感人，还有个重要原因，她身上的那点劲头和人性的挣扎。宣传片里一句新时代、新摇篮、新力量、新征程，多少人看了揪心。她在天台上，头发凌乱，脸上全是泪，伸手要抓住一线希望，那镜头切过去，比大多数电视剧都带劲。观众看不下去，评论区一片泪崩。你想想，这样的角色，谁忘得了？可是，角色再火，也不能老挂在嘴边。影视圈要是只会炒老梗，新的角色永远站不上舞台。不少网友都说，自己期待赵丽颖下一个角色，不想她就拴在郝秀萍身上。演员自己也心里明白，别光靠一个郝秀萍吃饭，总得有点新突破。赵丽颖也说过，我是中国女演员赵丽颖。谁都知道，角色再有名，归根结底还是人演出来的。人不进步，角色也迟早被忘记。拉回来再说粉丝这块儿，现在的粉丝经济，那简直像比赛似的。超话数据、粉丝榜、点赞，动不动就是几百万人刷起来。暑假一到，粉丝更是冲劲十足。数据一高，角色的 IP 价值也就水涨船高。
有人说粉丝经济是影视圈的发动机，也有人喊着要警惕数据泡沫。你说，粉丝的热情到底是推动了作品，还是变成了一种负担？角色和演员到底是服务粉丝还是服务剧情？这问题真就一时半会说不清。还有一点，角色的长尾效应到底能活多久？今天郝秀萍风头无两，明年要是有更厉害的角色出来，他还能不能坐稳江山？观众的胃口一天三变，导演也不是傻子。明年要是有新花样，郝秀萍也可能成昨日黄花。你说赵丽颖会不会再塑造出人生角色？还真不好说。观众都盼着她在新片造成者里玩点新花样，别让人觉得又在炒冷饭。这时候，业内不少人也开始琢磨，郝秀萍现象到底是好事还坏事？有的人觉得，这说明影视行业在找内容、找突破，愿意把好角色推出来，用长尾效应打市场。还有的人担心，行业创新力下降，角色越炒越老，最后新故事没了生机。你说，这算不算一种矛盾？一边要创新，一边又舍不得爆款 IP， 真是让人头疼。郝秀萍这个角色早就超出了电影本身，成了普通人心里的一个投影。多少人看着她在苦难里挣扎，觉得自己也在生活里努力挣扎。角色和观众之间的共情，才是她持续火爆的秘密武器。可是，影视圈要是只会炒情怀，哪天情怀也会用光。还是得有真东西拿出来，才能让人买单。赵丽颖这一路走来，靠的不只是脸蛋和流量。郝秀萍让她在电影圈站稳了脚跟，也让她自己开了眼界。可这也带来了难题，观众总期待她下一个角色更猛、更生动。要是哪天新角色不如郝秀萍，舆论反噬那才真叫难受。粉丝经济现在正热闹，每到一个节点，比如电影节、奖项、海外活动，粉丝全体动员，点赞、刷屏、拉票一气呵成。可要是粉丝力量决定一切，那电影内容本身还重要吗？观众到底是被剧情打动，还是被数据绑架？行业里的人都有点发愁，不能光靠粉丝造神，还得靠作品说话。郝秀萍的故事其实就是一把双刃剑，一边是角色的胜利，一边是行业的压力，创新和怀旧之间来回徘徊。新角色难出头，老角色不愿下岗。你要说，这到底是影视圈的繁荣，还是暗藏危机？还真有点说不准。网友们看热闹的也不少，有人说郝秀萍的爆红就是粉丝刷出来的，真要没这阵仗，早亮了。有人却坚持，这角色本身就有劲，粉丝只是推波助澜。还有人调侃，以后电影节要是还这样搞，别的角色是不是都沦为陪衬了？想想，这场面有点像春晚小品，台上1秒钟8个包袱，观众乐得不行。可要是年年是同一波人，笑点早晚也腻了。电影圈要是天天都是郝秀萍，总归不是个办法。有的人觉得郝秀萍的火爆让行业看到了内容的力量，可也有人担心爆款太多，最后都是一锅大杂烩。到底是该继续推长尾效应，还是得让新鲜血液流进来？这问题搁谁身上都头大。角色和演员那点事，谁也说不清。观众的心思变得快，导演们也得迎合市场。粉丝永远在等新偶像，行业永远在寻求新突破。谁能想到，一个郝秀萍搅得圈子里又惊又喜？到底是粉丝厉害，还是演员本事大？是角色有劲，还是宣传会炒作？观众到底在看电视剧，还是在看热闹？这一切，谁能给个准信？下一个郝秀萍会不会已经在路上？那赵丽颖还能不能再创高峰？角色和演员到底谁才是真主角？一提到郝秀萍，很多观众脑海中立刻会浮现出那个眼神清澈、笑容温暖却又有着坚韧内心的女子形象。
赵丽颖凭借这个角色，将她的表演功底展现得淋漓尽致，让郝秀萍不仅仅是一个电视剧中的人物，更成为许多人心中的情感寄托。如今，在长春电影节的宣传片中，我们再次看到郝秀萍的身影，那份熟悉的感觉仿佛瞬间把观众拉回到当年追剧的日子。这种情感的唤醒，不仅是对赵丽颖演绎的肯定，也是对那个时代观众集体回忆的致敬。宣传片中的郝秀萍依旧保持着当年的神韵，哪怕只是短短几个镜头，依旧让人感受到角色内在的力量。赵丽颖在诠释这个人物时，把握了人物的性格层次，既有柔情的一面，又有坚强的一面。这种立体感让郝秀萍不流于表面，而是深入人心。多年过去，角色的魅力并没有因时间而褪色，反而在观众的记忆里愈发清晰和珍贵。尤其是在这样一个重要的舞台上重现，更显得意义非凡。长春电影节作为中国电影的重要盛会，不仅展示当下的电影成就，也是一种文化传承的平台。郝秀萍的回归可以说是一种艺术符号的再现，它让我们看到经典的力量在于它经得起时间的考验，也能够跨越时代继续感染观众。赵丽颖在职业生涯中塑造过无数角色，但郝秀萍之所以特别，是因为这个角色是她与观众情感连接的重要节点。对许多粉丝来说，这不仅仅是一个角色的回归，更像是一位老朋友再次出现，带来熟悉的温度。讨论到这里，不少网友在社交媒体上留言，感叹时光荏苒，丽颖的演技依旧能打动人心，郝秀萍真的太经典了。看到她出现在电影节宣传片里，我直接泪目。这些评论不仅是情感的自然流露，更是一种对演员专业能力的肯定。赵丽颖通过多年在影视圈的打拼，从青涩到成熟，她用作品积累口碑，用角色塑造赢得尊重。而郝秀萍就是她演艺道路上一颗闪耀的明珠。从创作的角度来看，能够让一个角色在多年后依旧具有影响力，需要演员和创作团队的共同努力。当年郝秀萍的塑造，不仅是剧本扎实、情节动人，更是赵丽颖自身特质与角色高度契合的结果。她的眼神中有故事，她的动作中有温度，她的台词中有力量。这种由内而外的表演，才让观众在多年后依旧记得她的模样。如今，在宣传片中再次看到郝秀萍，就像是观众对那个美好年代的一次温柔回望。这次宣传片的选择，也从侧面说明了主办方对赵丽颖表演的认可。长春电影节汇聚了众多优秀作品与艺术形象，而郝秀萍能够被选中亮相，说明她在中国影视角色谱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。这种认可，不仅是对过去的致敬，也是对未来的期许，希望这样的经典角色能不断被更多人认识和喜爱。对于赵丽颖而言，这也是一次让新老观众重新认识郝秀萍的机会。很多年轻观众可能是通过她近期的作品认识她的，比如她在现代剧或古装剧中的精湛演技，而当他们看到郝秀萍这个角色时，会发现原来她早在多年前就塑造过如此令人难忘的形象。这种跨越时间的连接，不仅丰富了观众对演员的认知，也让演员的作品生命更为长久。在当下快节奏的娱乐环境中，很多角色可能随着剧集播完就被遗忘，但郝秀萍却能够长久地留在人们心中。这说明，真正的经典不仅仅依赖于当时的热度，更在于它所传递的情感和价值观。郝秀萍身上那份善良、坚韧、真诚的品质，正是观众愿意反复回味的原因。赵丽颖用自己的表演，让这种品质得到了极致展现。这也是为什么她的角色能够超越剧情，成为独立的精神象征。从粉丝的角度来说，这次重逢不仅是情感的激动，更是一次集体记忆的唤醒。许多人可能会因为这一刻，重新去翻看当年的剧集，重新感受那个角色的故事与情感波澜。这种反哺效应，也是一种文化价值的体现。经典不仅属于当时的观众，
也属于未来的每一位观众。最后，想对大家说，影视作品中的每一个角色都是演员和创作者心血的结晶，而那些能够穿越时间，依然打动人心的角色，更值得我们去珍惜与铭记。郝秀萍的回归，不仅是一次怀旧的温情，也是对经典力量的一次有力证明。在喧嚣与变化的娱乐圈里，愿我们都能记住这些曾带给我们感动和力量的角色，也希望赵丽颖未来能为我们带来更多值得铭记的经典形象。因为正是这些角色，让我们的生活多了一份温暖，多了一份感动，也让我们的记忆多了一份闪亮的色彩。致28岁的王一博，他用脚步丈量世界，用坚持定义青春。6年时光里，王一博像那轮明亮的月亮，不光照亮了我，更让岁月变得温柔。从无感的惊艳到救灾的担当，从赛车场的飞驰到影帝提名的骄傲，他用实力与真诚诠释了持续打拼就能出头的信念。28岁的他正展翅高飞，而那份坚定与温暖，始终是推动我们前行的力量。给28岁的王一博说句话：当我开始对你有好感时，那是在20年前，那时你还很年轻。6年时间一晃而过，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才意识到，对你的感情虽然没有明天那么热烈期盼，但却比昨天更加深厚了。还记得跨年夜那首无感真叫人眼前一亮，忘不了这就是街舞里那一脚，直接踹进了我心里。新疆棉事件时，他果断跟钩子品牌说拜拜，那份坚决真是帅呆了。官宣成为安踏全球首席代言人那天，场面既热闹又让人开心。遇到报假警那事儿，真是气得心疼。说到717那场表演，害羞的我心跳加速。更忘不了的是，刚完事第2天，他就跑到河南去救灾，那时候洪水泛滥，到处都是黑漆漆的水。记得清清楚楚，1年里看了3部电影，心里那个激动和高兴啊！日夜不停地往电影院跑，看电影还评头论足。魏若来的美好和执着，一直记在心上。探索新领域时，既紧张又着迷。拿到5大杂志的大奖，心里别提多骄傲和快乐了。金鸡奖提名2次，也是让我倍感自豪。赛车场上，车子飞快，心也跟着提到了嗓子眼。为了找孩子，我四处奔波，上天入地，无所不能。还有啊，上午刚赛完车，下午就急着去划表奖，心里七上八下的，就怕出啥岔子。最后提名划表影帝那一刻，我简直是乐开了花。忘不了白玉兰时节那激烈的争论，忘不了参加活动时心中的那份激动，忘不了抢票时那份重在参与的乐趣，到现在都遗憾还没在现实生活中碰过面呢。可能一开始的心动到最后都会慢慢变成相处久了产生的感情吧。6年的时间里，你对我来说就像天上那轮明亮的月亮，不光照亮了我，还闪耀了那段日子，让岁月都变得温柔起来。当我累了，懒洋洋的，不知所措，孤单、伤心、生气，当然还有开心，不想说话，静静待着的时候，你都在。你就像是心情的定海神针，推动我前行的力量，智揽神器，还有让我突然醒悟的良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崇拜强者。瞧见你这样没背景、没靠山的年轻人，就凭一身超凡的天赋、硬实力和那股子拼劲儿，能混到今天这个位置，真让我觉得这世上只要持续打拼就能出头的信念还活生生存在着，也让我备受鼓舞，想要加倍努力。我瞧见你像福去蛛丝那样，不把流言蜚语放心上，只顾专心走自己的路，这让你更加坚定，外面的声音听听就好，不对的就别往心里去。我瞧见你从不空想远大目标，而是实实在在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自己的道路。我瞧见你从不追求那些空有的名声，也不眼馋一时的小便宜，而是挑对自己合适的，能让自己走得更远的路，踏踏实实、认认真真的做事。我瞧见你做事时大张旗鼓，
讲起来却轻轻松松。我瞧见你靠真本事展现了自己，用满腔热忱去拥抱这个多彩的世界，这就是真实的你，既强大又充满温情，立场坚定，待人真诚，勇于拼搏，却又保持谦逊，非常厉害。同时头脑清醒，执着追求，但不固执己见，做事认真，却不呆板，目标清晰，步伐稳健，一步一个脚印，自信又专注。28岁的门槛已经跨过，你就要像鸟一样自由飞翔，游遍千山万水啦！我会在这里等着你，拿到影帝视帝的荣誉，那不过是迟早的事儿。我也会伴随着你一起登上世界的顶峰，这同样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致28岁的王一博，这不仅仅是一句简单的祝福，更像是一份对过往的回顾与对未来的期许。从那个青涩的少年，到如今站在聚光灯下，手握无数荣耀与成就的青年偶像，王一博走过的每一步，都不是轻而易举，而是用脚步丈量着世界的广度，用坚持定义着青春的厚度。很多人认识他，是因为综艺里那个沉默寡言却专业满分的机车少年，是因为荧幕上那个眼神坚定、动作干净利落的演员，是因为舞台上那个舞姿潇洒、节奏精准的舞者。然而，当你真正去了解他，你会发现这些只是冰山一角，他的坚持，他的专注，他的努力，才是支撑他一路走到今天的真正力量。28岁的年纪，对很多人来说，可能是还在探索、还在试错、还在摸索人生方向的阶段。而对王一博来说，他似乎早早就明确了自己要走的路，那就是不断的向前，不断的挑战自己，不断的去拓宽生活和事业的边界。他没有把自己局限在单一的身份里，而是用行动告诉大家，一个人可以同时是优秀的演员、专业的赛车手、实力的舞者，也可以是公益的践行者、品牌的宠儿，更可以是千万粉丝心中独一无二的榜样。这种多面的人生，不是轻松得来的，而是无数次选择背后的坚持与不放弃。回顾王一博的这一路，你会发现他的每一个阶段都像一场马拉松，没有一蹴而就的辉煌，只有日复一日的积累和磨练。拍戏时，他会为了一个动作的真实感反复揣摩，哪怕受伤也坚持完成。录制综艺时，他不刻意讨好镜头，却用真诚与专业赢得口碑。在赛车赛道上，他不惧风险，不畏挑战，用成绩证明实力。有人说，他的沉默寡言是一种距离感，但熟悉他的人知道，那其实是一种内心笃定的表现。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把事情做到最好，而不是用过多的话去修饰自己。28岁的王一博正处在人生与事业的上升期，他的每一个决定，每一次亮相，都会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。但他并没有被这种关注束缚，反而用它作为推动自己不断进步的动力。他明白，粉丝喜欢的不仅仅是那个光鲜亮丽的舞台形象，更是那个努力向上、一步一个脚印的自己。所以他用行动回应每一次期待，无论是在荧幕前，还是在现实生活中，他都力求做到最好。在这个浮躁的时代，王一博的慢热与稳扎稳打显得格外珍贵。他没有选择捷径，也没有依赖短暂的流量，而是通过不断积累作品，不断磨练技能，让自己一步步站稳脚跟。这种坚持是青春最好的注解，它不是盲目的冲动，而是有方向、有节奏、有规划的成长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他才能在娱乐圈这个瞬息万变的舞台上，始终保持清醒与独立。对粉丝而言，王一博不仅仅是一位偶像，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。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，不管出发点在哪里，只要你足够努力，足够坚持，就能走到想去的地方。即使路途漫长，即使有风有雨，也不要放弃。因为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努力，终有一天会汇聚成你人生中最耀眼的光。28岁，对王一博来说，是新的起点，也是更大挑战的开始。
他已经用过去10几年的时间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与价值，那么未来的10年、20年，他又会走到哪里？会完成怎样的蜕变？这不仅是粉丝的好奇，也是所有关注他的人的期待。而对于王一博来说，他或许不会花太多时间去想这些问题，因为他知道，唯一能做的就是踏踏实实的走好每一步，用脚步丈量世界的辽阔，用坚持定义青春的厚度。或许未来的路上还会有质疑，还有挑战，还有未知的风浪，但正如他过去的经历所证明的那样，他有能力，有韧性去面对一切。他不怕慢，因为他知道只要不停下脚步，就一定会走到目的地。28岁的王一博就像一位正在长途跋涉的旅人，他的行囊里装满了热爱、梦想与坚持，这些才是他最大的底气。作为观众，作为粉丝，我们能做的就是在他需要的时候给予支持，在他努力的时候送上掌声，在他低谷的时候给予信任。因为你知道，这个少年不会辜负任何真心对他好的人，他会用更好的作品、更亮眼的成绩回馈所有的期待与爱。所以，致28岁的王一博，愿你在未来的日子里依然保持那份纯粹与热爱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能做自己心中的那个少年。万水千山，你已经走过了很多，但前方的路依然宽广而辽阔。愿你不畏风雨，不惧挑战，继续用脚步丈量世界，用坚持书写青春，让你的光芒照亮更多人的人生路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